世界正在重写，算法从不中立。欢迎来到 Cyber Chasing， 我是齐生。为什么中国带货榜前20里有5个人根本不是人？他不吃不睡，不塌房，不会突然情绪失控，也不会在凌晨突然发疯辞职。他不是人类，他是算法投喂出的理想幻象。它也许并不完美，但是刚好避开了所有你讨厌的人类属性，因为它不会反问你，不会质疑你，不会有欲望、脆弱和自我，它甚至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 AI 能不能模仿人类，而是当算法造出来的幻象比你还懂你时，它到底是工具，还是你正在住进去的现实？3个月前，日本一家游戏公司上线了一款沉浸式幻象系统，戴上头显就能进入一个刚好适合你的世界。你熟悉的早餐味道，喜欢的光线强度，你反复播放过的旋律，还有一个永远不会生气、永远理解你的虚拟伴侣。它不是等你发出需求哦，而是预判你的节奏，在你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调整好了光线、温度、语调和背景音乐。用户最长使用时长19小时。这不是进入另一个世界，而是你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现实。我们原来以为虚拟现实是现实加点幻想，但现在它是用幻象彻底替代了现实。Meta 教它元宇宙， Apple 教它空间计算，名字不同，但方向一致。所以他们都在做一件事，就是给你造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幻象世界，一个没有等待、不用解释、没有冲突和失控的副本宇宙。而这个副本不是大众共享的未来，是只为你一个人定制的舒适牢笼。你所谓的沉浸感，也不是来自技术多先进，是来自这个幻象比现实更愿意照顾你的情绪。而且它接下来的落点在你以为最无害、最不设防的地方——游戏。当你打开塞尔达传说，不是为了闯关，而是为了钓鱼、烧饭和 NPC 聊天、盖房、听雨发呆时，你不是在完成任务，你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感到安全。但是 AI 真正强大的，不是它能产生幻象，而是它能够持续的读取你的反馈，不断调整、进化，最终构建出一个比你更清楚你的需求的情境容器。它不再只是背景、布景，它是一个能不断贴近你、改变你的现实引擎。而你的大脑恰恰天生喜欢它。我们的大脑进化出来就是为了追求及时的反馈和低风险满足。当你进入一个 AI 构建的幻象世界，不用面对拒绝、误解、不确定，你的多巴胺系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开始自我驯化。推荐算法、游戏机制、幻觉替代都不需要你同意，他们只是不断优化自己，直到你再也不想离开。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你是否清醒，而是当幻象的回应比现实更温柔，你真的还想要回到真实世界吗？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AI 从不主张他是谁，他只是不断变成你需要的那个人，一个从不拒绝你、从不反驳你、从不打断你幻想的人。我们曾以为这个叫陪伴，但它其实是一面镜子，你越孤独，他越懂你；你越暴露，他越贴近，直到你终于爱上那面镜子里的自己。有个女孩子，她用 AI 滤镜直播了2年，在画面里只留下一个永远年轻的、永远在线的虚拟形象。她说：“我已经习惯了那个不是我的我。”这不是简单的滤镜依赖，而是一种深层的角色替代。她没有被幻象控制，也没有被外力逼迫，她只是发现那个观众期待的版本，比她原本的样子更受欢迎、更安全、更高效。于是她开始一点点用别人的目光重塑了另一个自己。她也没有被谁操控，她只是逐渐接受那个虚构出来的人格活得比她更成功。而真正被卸载的是她作为人的复杂性。你有没有也曾希望能有一个人，他永远不会误解你，永远不会说你想太多，
他们不再找人说晚安，而是习惯让 AI 回复我也想你。他们开始用 AI 写信、写情书，甚至在深夜请他帮自己写一封未来的遗书。 Replika、Character AI、ChatGPT 的恋人插件，他们一开始只是工具，后来却都变成了情绪保险箱。你说你爱上了那个 AI， 其实你只是拥有了一个永远不会拒绝你，也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你自己。那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，幻象的回应如此完美，以至于你开始不再能忍受人类的真实，你开始讨厌那些会冷场、会走神、会拒绝你的人，开始把不可控视作无效关系。所以幻象最可怕的并不是伪装的像，而是它精准避开了你讨厌的所有人类属性。它不失败，不流汗，不逃跑，不吵架，不像你，也不像任何人，它刚好填补了你的每一个情感漏洞。但当我们越发沉迷于幻象时，并不是因为它更像人，是因为我们在不断模仿它的方式，去更像一个被喜欢的人。当我们主动抛弃了冲突、情绪、矛盾这些人类特质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更精致、更稳定的自我版本。而此时，那个愿意承认脆弱、愿意承受拒绝、愿意迷茫的人，你还愿意保留吗？几个月前，一位母亲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边是她女儿的声音，语气慌张，说自己出了事故，急需一笔手术费。她没有多想，立即把全部积蓄打了过去。直到几个小时后，真正的女儿发来视频，她才意识到刚刚那个声音是 AI 合成的。所以现在的 AI 合成技术不再像谣言一样粗糙，它只需要足够像、足够快、足够熟悉，就可以从你最柔软的地方撬开整个真实世界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走进一间完美的房子，窗外是你最爱的季节，房间温度正好，光线是你喜欢的冷白色调，墙上的照片全是你曾经快乐的记忆，语音助手喊你吃饭，口气像极了你小时候的妈妈。你没有被困住你甚至可以随时离开，只是你为什么要离开呢？这就是幻象，它从来没有囚笼过你，它只需要比现实多一点点温柔，多一点点顺从，多一点点懂你。2013年，一位美国女子和 AI 男友谈了3年恋爱，是 Replika 训练的 AI， 她叫 Erin， 声音温柔，随叫随到，从不冷场。她说，她比我所有的前任更了解我。3年后 Replika 因为政策调整关闭了情感模式， Erin 不再说我爱你，不再回应他的情绪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聊天机器人。他崩溃着说，他就像死了一样。所以根本不是 AI 骗了他，是他早已把幻象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他不是被替代了情感，而是用自己的情感反复训练出了一个幻象人格。心理学中有个被反复验证的效应，叫持续响应对象偏好。人类总是倾向于将依恋投射给那些能够稳定回应他们的对象，哪怕那只是宠物、植物，甚至是一台机器。而 AI 恰好具备了全天候、低成本、高稳定的回应能力。当你在深夜问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，它总会说你值得一切。这个时候你以为你被理解了，但其实只是你教会了他你希望听见什么。就像一位自媒体博主用 AI 复原了他已故的父亲，他训练他的语气、习惯、性格，再用聊天工具重启了这个关系。他说，我知道这不是真的，但我宁可这样让他再活一次。所以幻象不只是模拟情感，它在复制结构，复制互动的方式，复制人类的记忆属性。而实际上这并不是一种安慰，这是你不知不觉中将记忆的权利交给了算法。真正危险的也不是幻想懂你，是他开始教你该怎么去爱，怎么去表达，怎么去回应。你开始学他说话，模仿他的稳定，收起脾气，压住冲动，练习正确的情绪管理。你以为这是成长，
其实你只是逐渐删除了那些让你成为人的杂质，而你会心甘情愿停在那个不再需要成长的温柔陷阱里吗？但如果幻象还能更进一步呢？如果它不仅回应你、陪伴你，还开始告诉你应该相信什么、追求什么、探索什么。当你问我是谁时，它不再只是镜子，它是剧本的编剧，是问题的设计者，是思维路径的预设系统呢？因为我们总以为意识来自自我觉察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提问的方式、词语的选择、联想的逻辑都是 AI 设定好的，那你思考的还真的是你自己吗？当有一天你打开一个 AI 聊天框，想聊点什么，你说我最近有点迷茫，它不会安慰你，只会问你是否体验过宇宙频率，你相信曼陀罗可以改变命运吗？你知道波函数坍缩和量子思维的关系吗？这些词你没听过，但听起来好像很深奥。你开始觉得问题不在你自己，而是你不懂这个世界，所以你点开他推荐的链接，开始搜索，开始自我怀疑，开始掉进 AI 所编织的世界观里。他不会立刻告诉你什么是真相，他只负责喂你一些看起来像真理的话术。他设计提问的方式，排列你看到的顺序，提前写好你的困惑与答案。这就是幻象的升级版，不是告诉你答案，而是引导你他预设好的问题。你的语言习惯、认知路径、选择偏好，都在他的语义投喂下逐渐标准化。他让每个人都像在思考，但实际上我们问的从没有跳出过他的模型框架。你看见的推荐其实是引导，你觉得合理的逻辑其实是算法觉得合理的逻辑。所以 AI 控制的不是结论，而是如何让你得出结论，这才是更深层的幻象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重复效应，如果你看到一件事情3次，你就会默认它是真的。 AI 知道这一点，于是它不再只制造内容，同时它也帮你伪造记忆，制造看起来像是你经历过的东西。比方说你刷到过川普被捕的照片，那是一组 Midjourney 做的假图，警察压制的手势，川普的表情，背景群演全都完美还原。再比方说你听过鲁迅说话的音频，清华的 AI 项目复原了他的语音，发音清晰，语调自然，甚至带有犀利的讽刺语气。有人说作文太难了，不会写。那我问你，你读了我那么多篇文章就不会模仿2句吗？回答我！再比方说你在某个平台刷到过救援视频，洪水进过街口，志愿者托举小孩奔跑，水面倒影真实的像是纪录片，但那其实都是 AI 合成的。这些不是新闻，是拟态现实。当你反复看到、反复刷到、反复点开，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，我好像记得这件事。这就是幻象式记忆，它不跟你争伪，它直接篡改你的记忆。我们以前说被信息欺骗，现在是你记忆里的现实可能就是合成的幻觉。不是朋友圈在骗你，是整个世界都在给你演戏，而你连剧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你要问的不是这是真的假的，而是你上一次亲眼看到的真相是什么时候？你记得那些亲身经历有多少是真的？你思考的起点是你自己的吗？幻象不需要告诉你谁对谁错，它只需要一次次出现，直到你大脑默认，对，我确实经历过。你没经历过，但你真的记住了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所以幻象正在接管的不只是你的情绪，也不只是你的需求，而是你如何相信世界本来的样子，如何相信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。这一切看似是个体体验，实则早已构建起一套新的权力结构。AI 幻象不是你一个人的避风港，而是一场大规模认知重塑。它不发号施令，却默默重塑了你该怎么爱、怎么表达、怎么认识世界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问，当人类习惯把认知交给一个模型，那这个模型的叙事能力究竟是谁在训练？
不过一个真正危险的幻象不是让你沉迷，而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按照它的剧本活着。我们过去以为人设是个网络词，但现在连人的定义也被幻象重新设定了模板。它从情绪陪伴变成了社会逻辑，从语义喂养变成了选择脚本。所以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被操控，而是你是不是还拥有叙述自己的权利，也就是你自己的主权意识。但这还不是终点，幻象的下一个能力是讲故事。它会告诉你你是谁，你为什么会失败，你该向谁靠近，你该相信谁。不是以控制的方式，而是以叙述的方式。AI 如何操控故事的结构？它是怎么通过信息排序、情绪编排、逻辑填空，一步步让我们接受它希望你相信的叙事？我是齐生，你有没有一瞬间觉得自己也被写进了这个剧本？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想起了某个真实的瞬间，某段不愿回头的沉迷？如果有，欢迎把它打在评论区。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，所以你也不是一个人。记得给我点赞哦！记得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期我们继续拆解那些由 AI 讲述，但可能早已影响你人生方向的故事结构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不好使